如果你关注近几年的物理学新闻，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有点反直觉的趋势。人类对宇宙中最小尺度的理解正在飞速加深，但越是深入，我们越发现很多看似最基础的问题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质量到底从哪里来？就在最近几年，科学家们利用超级计算机和量子色动力学的数值模拟，首次在极高精度下重现了质子和中子的真实质量构成。这些计算结果再一次确认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我们身体的重量，你手中手机的重量，甚至整个地球的质量，绝大部分并不是来自粒子本身，而是来自一种看不见却极其狂暴的能量。这一发现让人再次意识到，质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东西，而是宇宙深层规则的产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宇宙万物都有质量，但质量究竟是什么？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？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对质量并不陌生，我们会称体重，比较胖了还是瘦了。物理课本里告诉我们，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度量，质量越大，越不容易被加速。这听起来很抽象，却又似乎理所当然。但如果你继续追问，为什么一个物体会有惯性？为什么它会对运动产生抗拒？课本往往不会再给出更深入的解释。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却曾经困扰物理学家们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。要真正理解质量的来源，我们必须走进微观世界，从物质最基本的组成结构开始看起。任何宏观物体，无论是一块石头，还是一片树叶，最终都可以不断拆分。先是分子，再到原子。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，而电子的质量非常小，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一个电子的质量大约只有质子质量的1837%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一个原子的质量几乎全部集中在原子核中。继续往下拆分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，而质子和中子并不是最基本的粒子，它们本身也是复合结构。每一个质子或中子都是由3个更基本的粒子组成，这些粒子被称为夸克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自然地做出一个判断，如果一个质子是由3个夸克组成的，那么它的质量应该等于这3个夸克质量的总和。听起来非常合理，但实验结果却狠狠打了这个直觉一巴掌。物理学家发现3个夸克的质量加在一起，只占质子或中子总质量的1%左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熟悉的原子核99%的质量根本不是来自夸克本身，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，剩下的99%的质量到底从哪里来的？答案藏在自然界4种基本相互作用力中最强的一种力，也就是强相互作用。在宇宙中存在4种基本作用力：强力、弱力、电磁力和引力。其中强相互作用的强度远远超过其他3种。如果把强相互作用的强度设为1，那么引力的强度只有10的负39次方。这种差距几乎难以想象。强相互作用不仅负责把质子和中子束缚在原子核中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负责把3个夸克牢牢地关在一个极小的空间里，形成一个稳定的质子或中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夸克之间不断通过交换胶子进行相互作用，这种相互作用极其剧烈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被压缩在极小空间里的束缚能，而关键就在这里。根据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等价关系，能量本身就是质量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当能量被强行束缚在一个系统中时，它就会体现为系统的质量。于是谜题终于解开了，质子和中子那99%的质量并不是来自夸克，而是来自夸克之间强相互作用产生的巨大能量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核能才会如此强大，因为它释放的正是这种被长期禁锢的能量。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即便只剩下1%，那也是质量。夸克本身为什么会有这1%的质量？如果继续追问，我们就必须请出另一个在物理学史上极其重要的理论，也就是希格斯机制。希格斯机制认为，整个宇宙中充满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场，称为希格斯场。这个场并不像电磁场那样容易被感知，但它真实存在，并且与大多数基本粒子发生相互作用。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让粒子表现出质量。为了更直观的理解，我们可以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，想象一个巨大的广场，人来人往，普通人走过广场时几乎不会被注意到，行动非常自由。但如果一位超级明星走进广场，
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粉丝会围上来合影签名，不断打断他的行进路线，让他寸步难行。在这个比喻中，广场就是希格斯场，粉丝的围堵就是粒子与希格斯场的相互作用。与希格斯场作用越强的粒子，就越像人气更高的明星，走得越慢，表现出来的质量也就越大。像电子和夸克这样的粒子，会与希格斯场发生明显的相互作用，因此具有静质量。而光子和胶子则几乎不与希格斯场发生作用，它们就像广场里的普通路人，可以毫无阻碍的前进，因此没有静质量，只能永远以光速运动。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，如果没有希格斯场，所有基本粒子在诞生时就只能以光速存在，原子无法形成，物质结构也不可能稳定，宇宙将完全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。当然，一个如此重要的机制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，它必须被实验所验证。2012年，物理学家们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实验中，终于发现了希格斯场存在的直接证据，也就是希格斯波骰子。这一发现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，也被称为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。提出希格斯机制的物理学家彼得·希格斯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颁奖典礼上，这位白发苍苍的科学家激动落泪。那一刻，象征着人类对质量起源问题的100年追问，终于得到了答案。最后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：宇宙万物的质量主要来源于2部分。第一部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 99%， 来自强相互作用束缚夸克所产生的能量。第二部分约 1%， 来自希格斯场赋予基本粒子的本征质量。当你下一次站上体重秤时，不妨想一想，你的重量并不只是来自粒子本身，而是来自宇宙中最狂暴、最深层的能量结构。这正是现代物理最迷人的地方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若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哦。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您的支持。